因为要气沉丹田，屏息凝神，让气流在身体里流通，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威力。其实就是为了咬住牙套，防止牙被打掉。第二场比赛开始，这次博伊卡对阵的是耍无赖二人组，这不扯呢吗？两个人怎么打？能不能再无赖一点？两人上来就是猛攻，一个对俩，敌众我寡。博伊卡有点招架不住，只能一个一个解决。可就在这时，对手一个空翻猛蹬踹在了博伊卡的腰上，博伊卡疼得嘶吼，台下的艾玛也为他心疼。博伊卡看了一眼艾玛，他怒了，摆拳打斧一顿疯狂输出。愤怒的博伊卡就是战神，艾玛的嘴角也微微上扬。接着以一敌二，一个过肩摔，紧接帝王超重，可他的腰受到了重创。博伊卡忍着腰痛继续训练，这时艾玛拿来了自制药膏帮他擦拭。此时的画面赞了。很快第3次比赛开始，这次对战的是这里的霸主黄毛，确实有两下子，刚一上来就给博伊卡打得够呛，居然还使出了360后摆腿。博伊卡找准机会，刚要输出就被踹开，却又被720旋风腿踢倒。博伊卡起身再战，这都不怕，接着一个下劈腿重重砸在腰上，艾玛看着都疼。博伊卡本来就有腰伤，他的每一次攻击要多埋汰有多埋汰，最后一脚踹到博伊卡的腰上，博伊卡快不行了。但看到台下的艾玛好像又恢复了战斗力，转身继续对战，重拳、前倾拳、正八二拳、反八二脚，打空没有事儿，再来一套组合拳。注意看，他赢了。艾玛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，露出了笑容。而博伊卡并没有为胜利呐喊，而是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表，因为他还有一场重要的决赛。就在这时，坏老头却反悔了，让他再打一场，如果不打，之前的全部作废。这时，经纪人打来电话，催促他赶紧回来，车马上就要开了，耽误了拳赛，一切将功亏一篑。但这边又不能走，那就抓紧开始吧，速战速决。可博伊卡并没有想到的是，他面对的竟然是一头野兽梦魇。原来是坏老头花了大价钱从监狱调了过来，博伊卡看的也是心里一颤，既然没有办法，硬着头皮也得上啊！博伊卡上前猛攻，鞭腿、直拳、后蹬，对手就像铜墙铁壁，完全不起作用。随后被对手抓住机会，摆拳、勾拳、劈膝，博伊卡瞬间昏厥倒地。此时裁判正在读秒，博伊卡两眼迷糊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。是的，艾玛。当他看到艾玛的那一瞬间，为了他的自由，为了救赎自己的内心，随后又被放倒，他又站了起来，接着一个腾空3连腿。博伊卡好像找到了他的弱点，没错，是头。博伊卡疯狂攻击头部，一击上勾拳将他打懵，快速断了他的腿部，让他失去平衡，然后掰断他的手臂，让他无法反击。最后一个空翻飞踹将他踹出场外，他赢了。他再次证明他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斗士，全场高呼他的名字尤里博伊卡。但坏老头又反悔了，直接挟持艾玛，并安排手下攻击博伊卡。博伊卡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他瞬间明白，不是对谁都可以手软，对付坏人要握紧拳头。博伊卡起身夺下武器，将手下打趴，追到外面，无论如何他都要救下艾玛，哪怕失去自己的生命，将老板扑倒在地。博伊卡也因为伤势过重倒在地上。此时警察赶来，博伊卡没有逃跑，而是再次请求艾玛的原谅。艾玛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博伊卡就被带走了。6个月后，有人来看他，没错，正是艾玛。博伊卡最后得到了艾玛的原谅。他虽然身陷牢笼，可他的内心却无比的自由。他可能终生无法走出这里，但他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强的斗士尤里博伊卡。好了，故事到此结束，我是木鱼，谢谢大家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